直接就可以整个进去了。哇塞，太宽敞了，这眼完全骑着这个巨型水冲沟的中央在走，太轻松了，哇，根本就没有什么挑战。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杭州啊。那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今年远行笔记我将会带领大家进行一趟长达8000公里的进藏穿越。那这辆车也是现在正在海宁地区打造。在这期间，厂长给我安排了一台代步车，没想到竟是它。说到男人的梦想，大家都会想到大 G。说到吉姆尼，大家很多人管它叫小 G。大 G 中的王者是大 G 的门桥版本，大 G 4×4平方，那它就是吉姆尼的4×4平方。这台车前后装载了国内独有的门桥结构，可以说目前应该是唯一的存在。3代吉姆尼大家非常熟悉了，整体轮廓还是原车的样子，连轮眉都没切，整个前脸部分它几乎就是一个原厂范儿，只是加了2个这种黄光的 PIA 的射灯，前面有一个绞盘，这儿还有一个绞盘的电源接口。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差异了啊！装载的是国内独有的这个门桥级，这个轮拱空间就不用说了，直接就可以整个进去了。咱们接着往侧面走，看看这高度是不是还行啊？来，我给你切身演示一下，走起！哇塞，就这么直接过了，太宽敞了这眼。整车现在采用的是 MT KM2 的轮胎，往后来看，后边这个小书包备胎，这边做了一个点缀的扰流风板，上面呢是平板的这种车载平台啊，连车头部分的射灯支架在这儿都给你做好了。除了它这个高耸的感觉以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让你觉得很炸裂或者说很违和的地方。这个车现在维持了一个原车的动力，1.3升自吸。机器盖我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液压挺杆的，空调的冷凝管上做了隔热棉的包裹，进气部分做了一些小幅的增强。为什么叫小 G 4×4平方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车整车采用了一个国内设计的门桥系统。什么叫门桥？其实门桥它很简单，它最早的应用范围其实是在军车领域，它的结构特点也是通过轮边的齿轮组来去把整个桥继续往上抬，形成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看起来像一个门字儿。门桥的车它的这种轴交叉能力不一定比前后硬桥这种大行程的大，但是它在这种绝对的通过性上、绝对离地间隙上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这辆车的门桥其实可以发现，它轮边的这套减速齿轮组大概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桥就被支起来了，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高度会非常的高。那我们来到侧面啊，你可以看到还是采用了3连杆的结构，方向减震器，包括这个中央的护板都是有的，而且它的后悬架还是采用了这种长臂可调的4连杆。来到车尾啊，非常牛的一个地方，这个车改成了后轮的盘刹，它通过这套轮间的齿轮组来把这整个桥往上做了一个特别大幅，差不多1拳多的这个抬升幅度啊。可调的平衡杆，3寸的减震弹簧，这些都已经有了，包括后桥壳的底盘护板。这个车可以说在底盘部分是武装到了牙齿。行了，咱们废话不多说，现在这片越野场地我也是费了半天劲给大家找到的，咱们开上车感受感受门桥级是什么感觉。放在今天，大家已经很少能见到4AT 的变速箱了。它这个自动挡除了 D 档、N 档、R 档以外，它是可以锁止在 L 档、2档和3档的。这样的设计在今天几乎见不到了。这辆车开上以后，第一感受就是它跟普通的速车不太一样，下盘特别的扎实，而且非常的宽大。这种东西它是可以通过你这个屁股跟座椅能感受到的。现在我们眼前啊有很多这种巨大的水冲沟，但是因为它现在有了这种门桥结构，真的是非常容易。这辆车它轮边的这个门桥的齿轮组本身就有放大的作用，加上这辆车的大盆齿本身也已经经过了改动。现在我在越野这条路上走起来啊，谈不上说动力多充沛啊，但是走在这种非常崎岖的路段，你觉得还是挺从容的。它这辆车是改装了前后差速锁的，但是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用。在这种水冲沟交叉轴上，我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大的轴交叉能力啊。我现在眼前这个水冲沟看起来就非常夸张啊，但是这个 1.3现在我只是挂 D 档，连高4和低4都没挂。但是非常的轻松，哇，太轻松了！现在眼前有一个大坡啊，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车。这辆车即便说车很小，它很多路线都是可以完全按照非常规的方式来去行进的，这一点其实就非常特别，这种体验就很神奇。就是这条路本身是不能这么走的，但是放在它这儿就可以这么走。现在这个坡度有点大了啊，我这个停在坡上，为了减轻传动系统的压力，我把低4挂上。好，哇，
太轻松了，哇。这个感觉特别神奇啊！1.3升63千瓦的越野车，眼前这个交叉轴绝对能把你吓到。但是因为我们底盘比例的优势，现在我就直接可以按照自己我想走的方式来往上走，有点可怕。哇塞！我现在是完全骑着这个巨型水冲沟的中央在走，但是这个中央如果是我们常规的这些越野车比例来讲，你是绝对会被弹住的，因为这个中央凸起部分现在几乎达到了30-40厘米的高度啊。但是这辆车，你看现在我从这大坡上开上来，就这个过程太轻松了，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门桥带来的一个优势啊。当它的离地间隙足够大以后，其实你也不需要那么大的摆动能力了。哇，这个挂上D4以后，确实这辆车你感觉根本就没有什么挑战。这个车下坡也是非常的稳定。之前我们老说这个吉姆尼因为车身比例小，所以说在山地很不稳定。但是当它的轮胎负值达到了一定的状态，并且加上这个门桥的通过能力以后，就是眼前的这些大水冲沟啊，就是感觉根本就没有压力，很平稳的，车身也没有什么侧倾或这种横向摆动，就下来了。前面这段路跟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铺装路上跑起来是什么样的啊。哎呀，这个动力啊！越野的话，其实这辆车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当它上到铺装路以后，上了高速国道了，哎呀，这我就成了这整条街最靓的仔了啊，最慢的仔。这个车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这种越野的感受啊，只有说玩吉姆尼够了一定年份的人，他才会懂。可能没接触过吉姆尼的人，你只会说去想到他在路上是一个慢洋洋、全马路最肉的仔。但是当他一旦下了道，当你的轮胎、悬架行程、离地间隙这些东西调整好以后，哇塞！丛林精灵的名字不是白叫的。好，那今天我们的体验就到这儿了啊！不知道刚才我们一路给你拍到的这个画面，你觉得是不是过瘾呢？门桥的加持可以说让吉姆尼它的穿越能力和通过能力又有了一定的提升。今天我们带大家也是在这个山头来回绕了几圈啊，从各种画面上你也能看到了它的穿越能力确实是很惊人啊！还是那句话，这个简短的分享就是带大家来体验一下门桥小吉独特之处以及它的通过能力到底怎么样。可以说啊，吉姆尼其实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他能走的路，你们千万不要轻易跟着走。你们能走的路，他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跟你们玩。好，那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那最后呢，还是要嘱咐各位啊，越野有风险，参与需谨慎。咱们下期见，拜拜。